好，我是 Sabrina。今天我们这一集来讲到玉女鹿角蕨，就是现在最平易近人、人手一颗的国民侏儒。那玉女啊，它其实非常的好养，适合新手跟初阶玩家。因为它整体啊，你可以看到右手边这种撑柱的形态，它也不会到太大，所以也符合现在都市化的空间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准备了5只，就是你可以看到玉女各个阶段的大小，来分享，就是说在各个阶段要养护要注意的事情。大家可以看到左上啊，是我们玉女5阶段。首先看到这一盆啊，它还是玉女的婴儿时期，可以看到它整个叶长还没超过5公分，而且可以感受出来它叶子整体会偏薄一点点。在这个阶段啊，会建议大家说还不太适合放在外面或直接度夏，因为它们玉女虽然耐热，可是在婴儿时期啊，还是相对的比较脆弱。如果这只是有入手一颗这种大小的话，都会建议先放在室内，可以在窗边或者有植物灯，但都不用到太强光，因为太强光它其实叶子还薄，还很小，所以它很容易烧焦，也很容易变黄。那这个大小的浇水方式啊，会建议说不要用泡盆，也不要到大湿，你可以用花洒喷，然后大概70%湿就好了。施肥的部分啊，这种大小我们都还不建议施肥，因为它还太小了。我们会建议说等大一点点再施肥。这种小苗啊，植物灯的话，距离植物灯一定要35公分以上。再来下一个阶段，就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一盆，大概是它长2到3个月左右。这个阶段你就可以看到它叶子啊，从以前的旧叶还薄薄，到现在到了第2人手，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厚。所以随着它的孢子叶变厚啊，其实代表着它也越来越强壮。这个大小如果要度夏的话是 OK 的，也是所谓的就不要直接曝晒。但是你放在阳台，如果30到35度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在这阶段呢，就可以开始施肥。那施肥的话，就跟之前影片讲到的一样 ，B1、B4， 薄肥多施。然后里面也可以放那种好康多，就是所谓的缓效肥，但就建议不要超过3根，因为你太多的缓效肥放里面的话，反而会造成烧根的状态。再来下一个阶段呢，又是比它再多1个月的大小。其实啊，你养到这个大小，根系如果健康稳定的话，其实就已经可以上板了。但如果不想要这么急着上板啊，我会建议说，那就可以换盆。那换盆之后啊，这个大小一个注意的要点就是，如果这时候还不想上板啊，不太建议直接这样平放，因为这样平放它之后的姿态会没有那么漂亮。所以如果你换到大盆，可以建议这样直立的放，直立的养，然后后续直接上板呢，它的形态也会很完美的贴合。所以看到左边这个啊，就是它已经上好板，其实两者差不多大。因为鹿角蕨本身就是一个壁挂式的植物，所以就不太适合长期的培养。其实就像是我们人类的青少年期，就是已经是国高中10几岁的时候，已经都蛮成熟的。右手边这个呢，我们看到所谓的成年人，这已经是3年的大小，从1年到3年。3年这个大小啊，其实它这时候就是雕塑形态很重要的一点。玉女啊，它的浇水方式在这个大小都是一样，就是干湿循环。那受光的话，也是说要平均受光，然后要拉线调整它的形态。看到右手边这颗已经非常成熟的玉女，那玉女其实很常会有人问我说，它的叶子很漂亮，但是为什么它的营养液啊都不会包到下面？那我都会说，其实侏儒啊，它最漂亮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孢子叶，所以它营养液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的突出，都不会长到太大，都会到这边，而且整体会有点像屁股脸，它两边长出来，然后会有点弯曲的感觉。现在有长脸其实是好事，因为长脸就可以支撑它孢子叶的重量。如果你的玉女啊是已经长到蛮大，然后没有长营养液的话，就要小心断头的危机，所以下面铁线的支撑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讲一下玉女的这个品种，它的学名叫 Pwinnike Jet Girl， 那它也是从爪哇里面变异而来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整体的形态就是爪哇的样子，那个手的飘逸感。因为爪哇是形态最多变的一品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当你的玉女啊发现它其实蛮大只，但为什么不白或是叶面总是很青绿色？那有可能就是缺光，光照不够所造成的原因。因为如果你光照不够，它上面的绒毛就不会形成，然后叶面也会越来越薄。
要漂亮的话，适时的补光是很重要的。OK， 那 Sabrina 最近呢，我也收集了一些有关于玉女养殖的 QA， 也就是我们蛮常见的一些路友啊，会问我们玉女鹿角蕨养殖上的问题嘛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有些路友会询问说，他们家因为没有室内养殖环境嘛，那他是养殖在户外啊，或者是阳台的话，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阳台的话，假如说你的环境在阳台、户外，就会首先说，如果你前期刚开始入手的话，会建议直接找大一点的。不要找小屁苗，因为小屁苗养在阳台真的很容易死掉。养在阳台还有一个要点就是，之前常讲单边受光，所以适时要帮它们移动位置，然后或是可以在它们上面补一盏植物灯。最主要都是还是取决于在玉女的大小、成熟度，可以应付台湾的夏天的时候啊，才适合放在阳台。起码要这个大小，大家看到它叶面已经很厚了，不是小朋友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问说，他养殖的玉女啊，它的颜色就是没有那么白皙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黄啊，或者是比较深绿的情况呢？像影响它叶面的颜色啊，首先就是阳光。刚刚有讲到，如果你光线不充足的话，它就颜色不会那么白皙，反而是有点慢慢会变成深绿，然后叶面会有点薄。还有第二点呢，是我们之前的经验，就是当你泡的那一盆水啊，我们泡了很多其他盆的鹿角蕨，包括鹿盆的盆子里面的椰纤太多，你泡到水里面啊，它颜色就会渗出来。泡盆的水啊，是变得有点浊，有点带一点颜色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泡整株玉女下去，它上面的绒毛啊，就会吃到那些颜色，拿起来会没什么感觉，可是等你干掉的时候，它就会有点咖啡色残留在上面，会有点脏脏的感觉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你要泡盆要保留它的干净程度的话，就是你那一盆水不能太浊。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蛮在意的问题，玉女要怎么移才会养得对称呢？对称，对，一直大家都会讲说对称这件事情。那对称的话，就是我们你的光不能只有单边嘛，因为它就会追光。侏儒的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去拉线。还有一点啊，我们有时候会直接用手去压它。孢子叶的根部啊，它的韧性还是很足够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稍微用手去把它拨开，稍微每天拨一点点，拨一点点就可以去稍微改变它的姿态。因为有时候它太集中了，要把它压力就是压到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稍微这样把它拨开。这个角度都是可以的，不用太紧张，但也不用太大力。像刚刚前面有提到，就是说玉女啊在长脸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营养液嘛，压到孢子叶的时候，通常呢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处理它呢？对，像是侏儒，它很常一个问题就是，它有时候长脸会压到自己的手。这里有准备一盆范例给大家看，关于它脸长一长的时候呢，没有绕过手，反而长在手的上面的时候啊，这时候你就要选择它正在生长的地方，因为它在长脸，所以就要把手剪掉。脸呢已经压过手了，那这个手我们就得牺牲掉，就要舍得的把它剪掉，它的脸也才服帖漂亮。就像这样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样它脸之后就可以顺顺的长下去。这也就是侏儒为什么大家很常看到说，为什么手好好的干嘛剪，然后或是这么漂亮也没有就业，为什么要把它修剪掉？那就是因为侏儒本身就会有这种问题存在，所以你再舍不得还是要把它修剪掉。今天这一集玉女养护啊就到这边，大部分要点都讲出来，然后还有最后再提醒一个，就是千万就是不要太常浇水，它没有那么怕干。所以等到它的水苔摸起来干了，再浇水就好。千万不要每天湿哒哒的，因为湿哒哒它的叶子一定会软趴趴的。如果大家有特别想知道哪一品的养殖教学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插碗留言，那我们就会赶快制作下一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来和大家拜拜。